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？明明日子一天天在往前过，回头看却总像在原地打转，同样的矛盾，换了不同的人，换了不同的场景，还是会原封不动地上演。同样的情绪，隔了几个月，甚至隔了几年，又会毫无征兆地卷土重来，把你重新拖进熟悉的无力感里。你发誓要改掉的坏习惯，熬夜拖延，乱发脾气，每次下定决心重新开始，坚持不到1周，就又回到了老样子，甚至反弹的比以前更厉害。你告诫自己不要再犯的错，上次踩过的坑，上次受过的伤，你明明记得清清楚楚，等真的遇到类似的事，还是会一头栽进去，等摔疼了才反应过来。怎么又是这里职场上，你好像永远逃不开和某一类人的矛盾，要么是遇到强势的同事，要么是遇到甩锅的搭档。每次你都告诉自己，这次要冷静，要好好沟通，结果事到临头还是控制不住情绪，要么憋一肚子气，要么吵得不欢而散，最后问题没解决，还落得一身内耗。感情里你好像总被同一种人吸引，也总因为同一个问题分开。一开始都觉得遇到了对的人，慢慢的熟悉的矛盾就出现了。猜忌、争吵、冷战、和好，再猜忌、再争吵，循环往复，到最后你都累了，觉得是不是自己这辈子就注定逃不开这样的感情模式，甚至连你的情绪都有自己的周期。每个月总有那么几天莫名的低落、烦躁，看什么都不顺眼，你不知道它从哪儿来，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走，你只能被动地熬着，等它自己过去。等过去了，你松一口气，觉得终于好了，可你心里清楚，过不了多久它还会再来，就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背后推着你，沿着一条固定的轨道往前走。你以为是你在做选择，是你在掌控人生，其实你只是在重复一遍又一遍地走同一条路，摔同一个跟头，体会同一种痛苦。很多人把这种状态叫命，说这就是自己的命，改不了。但其实这不是命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六道轮回。听到这4个字，你可能第一反应是这是佛教里的说法吧，讲的是人死后投胎去天道、阿修罗道、人道、畜生道、恶鬼道、地狱道，玄之又玄，都是宗教神话，和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有什么关系？如果你也这么想，那我今天要告诉你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六道轮回根本不是什么死后才会进入的世界，也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宗教传说，它是每一个普通人此时此刻就正在亲身经历的生存状态。它不是远在天边的转世轮回，而是你当下就身处其中的一座无形的牢笼。你每天都在这六道里来回穿梭，时而在天，时而入地，只是你自己浑然不觉。你以为是你在过生活，其实是轮回的惯性在操控着你。你以为是你在做决定，其实绝大多数时候，你只是在按照自己的习性做出自动反应而已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核心。六道轮回，这座牢笼到底是怎么把你困住的？而佛陀当年留下的解脱之道，又到底要怎么用，才能真的帮你跳出循环，拿回人生的主动权？我们先从最顶层的天道说起。很多人对天道的印象是享福，是快乐，是善有善报的归宿，觉得能进天道是好事。但在轮回这座牢笼里，天道恰恰是最隐蔽也最温柔的一层陷阱。它不会让你痛苦，反而会让你特别舒服，舒服到失去警惕，舒服到慢慢沉沦。等你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已经顺着惯性滑下去了。现实生活里的天道状态，每个人都经历过，就是你人生顺风顺水的那段日子，工作稳步上升，收入越来越高，感情和睦稳定，家人身体健康，没什么糟心事，每天的日子都过得很舒展。
你觉得生活就该是这个样子，你甚至会觉得这样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。这时候的你就处在天道的状态里，你被舒适包裹着，慢慢的你就会开始放松，开始懈怠。你不再像以前那样努力，不再保持学习的习惯，不再思考未来的风险，你觉得一切都稳了。你开始把注意力放在享受上，吃好的，玩好的，买好的，沉溺在感官的快乐里，觉得这就是人生的意义。我见过很多人，年轻的时候赶上行业风口，轻轻松松赚了一大笔钱，就觉得自己能力很强，以后只会越来越好，于是辞了工作，开始挥霍，开始躺平，每天吃喝玩乐，不再提升自己，也不再关注行业的变化。结果没过几年，风口过去了，行业开始走下坡，路钱也花得差不多了，想再回去工作，发现自己早就跟不上了，整个人一下子从云端摔到了谷底，接受不了现实，每天活在焦虑和后悔里，直接从天道掉进了恶道，还有感情里的天道状态。两个人刚在一起的时候，甜蜜期、热恋期，怎么看对方都顺眼，对方的缺点在你眼里都是可爱的，你觉得自己找到了全世界最好的人，这份感情永远都不会变。于是你开始松懈，不再用心经营，不再注意自己的言行，不再照顾对方的情绪，你觉得反正都在一起了，没必要再费那个劲。结果慢慢的矛盾越来越多，争吵越来越频繁，当初有多甜蜜，后来就有多痛苦。等感情出了问题，你还觉得委屈，觉得对方变了。其实不是对方变了，是你当初把暂时的甜蜜当成了永恒，沉溺在天道的舒适里，忘了感情是需要一直经营的。这就是天道的陷阱，他用舒服和安稳麻痹你，让你忘记了无常，忘记了这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在变化的，快乐会走，安稳会变，拥有的一切都可能失去。而你在舒适里待得越久，失去的时候就摔得越疼。天道的苦叫坏苦，就是美好终将坏灭的痛苦。你越沉溺于美好，坏灭的时候就越痛苦。而绝大多数人在顺境的时候根本意识不到这一点，他们只会觉得自己的好日子还长着呢。从天往下走，一层就是阿修罗道。阿修罗在传说里是半神半人的存在，有天道的福报，但没有天道的德行。他们生性好斗，傲慢善妒，永远在和别人打仗，永远在争高低，永远不服输。现实里的阿修罗道，我们每个人都太熟悉了，就是我们每天都在经历的攀比内卷、较劲嫉妒，就是永不停歇的争斗心。上班的时候看同事加班，你本来到点就可以走，但你心里不舒服，觉得他加班就是显得我不努力，于是你也留下来加班。明明没什么事，也要硬熬着。看别人考了证书升了职，你心里就发慌。不管自己需不需要，也跟着去考，跟着去争，生怕被别人落下，生怕别人比自己强。朋友聚会，表面上谈笑风生，暗地里都在互相比较，比工作，比收入，比房子，比车子，比完自己，比孩子，比完孩子，比伴侣，谁过得好一点。其他人心里就酸溜溜的，嘴上说着恭喜，心里却憋着一股劲，想着我以后一定要超过他。谁过得不好，嘴上安慰着，心里却悄悄松了一口气，甚至还有点窃喜。现在的互联网更是把阿修罗道放大到了极致，刷个短视频，看到别人年纪轻轻就年入100万，看到别人住大房子，到处旅游，你立刻就开始焦虑，觉得自己怎么这么没用，觉得自己的生活一塌糊涂。刷个朋友圈，看到别人晒恩爱晒成就，你心里就不是滋味，要么觉得别人在炫耀，要么就开始自我否定。你永远在和别人比，永远在追着别人的脚步跑，别人有的你也要有，别人好的你要更好，
你赢了一次，还有下一次；你超过了这个人，还有下一个人，永无止境。永远没有停下来的时候，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，你只知道不能比别人差。这就是阿修罗道的牢笼，争斗就是他的围墙，嫉妒就是他的锁链。你越斗，围墙就越高，你越比锁链就越紧。你把自己的价值感全部建立在比别人强这件事上，那你就永远不可能真正快乐。因为山外有山，人外有人，永远有人比你更好，永远有人比你拥有的更多。你一辈子都活在追赶和较劲里，从来没有为自己活过。到最后，你赢了所有人，却发现自己早就累垮了，根本感受不到一点幸福。再往下就是我们身处的人道。很多人觉得人道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，其实不对。我们只是肉身生在人道，但我们的内心状态经常在六道里跳来跳去。而人道本身的特点是苦乐参半，好坏交织，有快乐也有痛苦，有得到也有失去，有希望也有迷茫。我们绝大多数普通人，大部分的日常状态都属于人道。今天发了奖金，开心的不行，觉得生活充满希望，明天工作出了差错，被领导骂了一顿，又郁闷，一整天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。和爱人甜蜜的时候，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，吵起架来又觉得日子过不下去了，恨不得立刻分开。你一边想要努力变好，想要赚钱，想要成长，想要过更好的生活，一边又忍不住偷懒，拖延3分钟热度。经常在我要努力和就这样吧之间反复横跳。你一边对未来有期待，一边又经常感到迷茫和无力，不知道自己的方向在哪，不知道努力有没有意义。人道里有8种最常见的苦：生老病死、爱别离、怨憎会求不得五阴炽盛。简单说就是和喜欢的人分开，和讨厌的人天天见面，想要的东西得不到，身心永远在躁动不安。这些苦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，没有人能逃得掉。但人道有一个最大的好处，就是苦乐各半。你不会像天道那样舒服到完全沉沦，也不会像地狱道那样痛苦到根本没有力气思考。你有足够的痛苦，让你想要改变，也有足够的快乐，让你有力量支撑。所以人道是最容易觉醒的地方，也是最容易跳出轮回的地方。但可惜的是，绝大多数人都在人道的苦乐交替里浑浑噩噩地过了一辈子，开心的时候就享受，痛苦的时候就忍受，从来没有停下来想一想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我总是在重复有没有办法能不这么痛苦？他们只是跟着惯性走，跟着大众走，别人怎么活我就怎么活，上学、工作、结婚、生子，然后老了死了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，从来没有真正为自己活过，也从来没有跳出过这个循环。再往下一层是畜生道。一提到畜生道，很多人就想到动物，觉得是愚痴，是懵懂，是做了坏事才会投胎成动物。但其实现实里的畜生道和动物没关系，它指的是一种被本能和惯性牵着走的生存状态，是不动脑子、不思考、不觉知，完全按照习性活着。听起来好像离我们很远，但其实我们每天都在经历畜生道的状态，甚至很多人大部分时间都活在畜生道里。比如刷短视频，明明已经刷了1-2个小时了，眼睛都酸了，脑子都木了，甚至都觉得没什么好看的了，但手指就是停不下来，机械地往下滑，滑完一个又一个。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，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还要继续看，就是停不下来。这就是被本能牵着走，被算法设计的快感牵着走。你没有思考，没有选择，就是被动的接受信息，像个没有灵魂的机器。比如暴饮暴食，明明已经吃饱了，甚至都吃撑了，
但还是忍不住往嘴里塞东西，不是因为饿，是因为嘴巴寂寞，是因为情绪不好，就想用吃东西来缓解。明明知道吃多了会胖，会不舒服，但就是控制不住，这也是被本能驱动。还有很多人的生活就是机械的重复，每天早上定好闹钟，起床挤地铁上班，做着重复了无数遍的工作，不用动脑子，也不用想意义，到点吃饭，到点下班，回家刷手机睡觉，第二天再重复一遍，周而复始。你问他为什么要过这样的生活，他说大家不都是这样吗？过日子不就是这样吗？他从来没有思考过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，自己活着的意义是什么，只是跟着环境走，跟着习惯走，像一台设定好程序的机器。遇到事情的时候更是这样，第一反应永远是情绪，永远是本能，要么发脾气，要么逃避，要么随大流。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，别人焦虑他也焦虑，别人恐慌他也恐慌，别人抢菜他也抢菜，别人买什么他也买什么，没有自己的判断，没有独立的思考，从来不会停下来问问自己，这是真的吗？我真的需要吗？我有没有别的选择？这就是畜生道的状态。愚痴不是说人笨，而是不肯动用自己的觉知，不肯睁开自己的眼睛看看，心甘情愿被本能、被习惯、被环境、被别人的言论牵着走。你看似是个活生生的人，实则活成了被惯性驱动的躯壳，浑浑噩噩、懵懵懂懂，一天又一天，一年又一年，看起来忙忙碌碌，其实从来没有真正清醒地活过。这就是畜生道的牢笼，它用麻木和惰性困住你，让你在日复一日的重复里慢慢耗掉自己的一生。等你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已经老了，想改变也来不及了。比畜生道更让人煎熬的是恶鬼道。传说里的恶鬼肚子大得像鼓，喉咙细得像针，永远在吃东西，却永远吃不饱，永远处于饥渴的状态，永远都在寻找食物，却永远填不满肚子。现实里的恶鬼道就是我们永不满足的贪婪，是永远填不满的欲望，是怎么都不够的匮乏感。最常见的就是对钱的贪婪。赚5000块的时候，觉得等我赚到1万就幸福了，就不用愁了。等真的赚到1万，又觉得这点钱哪够，至少要10万才能安心。等有了10万，又想要100万、1000万，永远没有尽头。你以为钱赚够了就会快乐，但每次达到目标，快乐只会持续短短几天，然后你就会适应，然后又会盯着下一个更高的目标，心里又开始发痒，又会不满足，永远都在追逐，永远都觉得不够。还有对爱的贪婪，对感情的索取，对方给你7分好，你想要10分，给了你10分，你又想要这份好，永远不变。你不断地向对方索取关注，索取情绪价值，索取安全感。对方稍微慢一点回消息，稍微没顾及到你的感受，你就觉得委屈，觉得对方不爱你了。你心里像有个无底洞，多少爱都填不满，到最后对方累了走了，你又陷入巨大的痛苦里，觉得自己没人爱，然后再去下一段感情里继续索取，循环往复。还有对认可的贪婪，对赞美的渴望，发个朋友圈，隔几分钟就掏出手机看看，有没有人点赞，有没有人评论。别人夸你一句，你能开心半天，反复看那条评论；别人否定你一句，你能难受好几天，翻来覆去的想，他为什么这么说我？是不是我真的不好？你把自我价值完全建立在别人的评价和认可上，就像恶鬼找食物一样，到处寻找别人的肯定来填补自己内心的空洞。但空洞就是空洞，再怎么填也填不满。恶鬼道的核心不是你拥有的太少，而是你想要的永远比你拥有的多。你永远盯着自己没有的东西，却从来看不见自己已经拥有的。你越抓，
越抓不住你，越想填满，就越觉得空虚。欲望就是恶鬼道的牢笼，你每多一个执念，就多给这个笼子拧上一颗螺丝；你每多一次不满足，就多给自己加一层枷锁。到最后，你拥有的东西越来越多，但你却越来越不快乐，越来越焦虑，永远活在求而不得的痛苦里。而六道的最底层就是地狱道。很多人一听到地狱，就想到刀山火海、油锅刑具，觉得是坏人死后才会去的地方，恐怖得很。但其实现实里的地狱根本不在地下，也不用等死后，它每天都在很多人的心里上演。地狱道的本质是极致的痛苦，极致的煎熬，是自我攻击、自我折磨，是把自己困在痛苦里，反复凌迟。比如陷入重度抑郁和焦虑的人，每天都活在无边的绝望里，觉得自己一无是处，觉得未来没有任何希望，心里像压着一块1000斤重的石头，喘不过气，睡不着觉，吃不下饭，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，每天都在和自己对抗，每天都在自我否定。这就是活生生的地狱，没有刀山火海，但那种痛苦和绝望一点都不比刀山火海轻。还有的人活在无尽的后悔里，一件事已经过去很久了，可能几年甚至10几年，但他还是一遍一遍地在脑子里回放，反复地想，当初我要是那么做就好了，当初我要是不说那句话就好了，一遍一遍地责怪自己，一遍一遍地品尝。当时的痛苦事情早就过去了，但他自己不肯走出来，把自己困在过去的回忆里，反复折磨自己。还有活在怨恨里的人，恨一个人，恨一件事，恨了很多年，每天都在心里反复咀嚼那份恨意，想着对方怎么对不起自己，怎么伤害自己，越想越气，越想越恨，咬牙切齿，寝食难安。对方可能早就忘了这件事，早就开始了新的生活。只有他自己抱着那份怨恨不放，把自己困在仇恨的地狱里，天天受折磨，还有极致的恐惧，对未来的担忧，对未知的害怕，担心自己会失业，担心自己会生病，担心家人会出事，担心赚不到钱，每天都活在担惊受怕里，坐立不安，惶惶不可终日。一点点小事就会让他恐慌不已，心里永远悬着一块石头，落不下来。这也是地狱道的牢笼。最可怕的地方在于，它是你自己亲手建的，是你用自我攻击、用后悔、用怨恨、用恐惧，一块砖一块砖砌起来的。别人进不来，你自己也出不去。没有人伤害你，是你自己在伤害自己。没有人困住你，是你自己不肯放过自己。现在你再回头看，什么是六道轮回？它根本不是什么神秘的转世传说，也不是死后才会开启的旅程。它就是我们当下的内心状态，就是我们每天的念头、情绪、行为构成的自动循环。你此刻沉溺于舒适、安逸、不思进取，你就在天道；你此刻在攀比争斗、嫉妒较劲，你就在阿修罗道；你此刻在苦乐里纠结，在得失里摇摆，你就在人道；你此刻被本能牵着走，浑浑噩噩，不动脑子，你就在畜生道；你此刻被贪婪裹挟，永不知足，永远匮乏，你就在恶鬼道；你此刻在自我折磨，痛苦不堪，绝望怨恨，你就在地狱道。我们每个人每一天都在这六道里来回跳转。可能早上起来阳光明媚，事事顺利，你心情愉悦，觉得生活美好，这就是在天道。中午刷手机，看到以前的同学升职加薪、买房买车，你心里一酸，开始嫉妒，开始焦虑，这就掉到了阿修罗道。下午工作出了点问题，不上不下，纠结怎么处理，烦躁又无力，这就在人道。下班回家往沙发上一躺，开始刷短视频，脑子放空，机械滑屏，一晃几个小时过去，这就进了畜生道。睡前一算，这个月的开支，觉得钱不够花，想到房贷车贷，未来养老
越想越焦虑，越想越不满足。这就到了恶轨道，半夜躺在床上，想起以前做过的错事，想起受过的委屈，自我否定，越想越难受，辗转反侧睡不着，直接就坠入了地狱道。一天之内6道你就走了个遍。而最可怕的是，这个循环完全是自动运行的，你根本控制不住它，就像一条早就铺好的轨道，你的念头、情绪、行为都会不由自主地沿着轨道跑，遇到什么事就产生什么情绪，就做出什么反应，一切都顺理成章，一切都自然而然，你根本不会去想，我为什么会这么想，我为什么会这么做，我有没有别的选择？你以为是你在掌控人生，其实你只是轮回轨道上的一个乘客，你没有方向盘，也没有刹车，只能跟着轨道往前冲，这就是牢笼真正困住。你的从来不是外界的环境，不是某个人某件事，而是你自己的习性，是你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，是你不假思索的自动反应，是你一遍又一遍重复上演的念头和行为，是你自己给自己画了一个圈，然后一辈子都在里面打转。听到这里，很多人可能会深有同感，然后紧接着就会问：是啊，我就是这样，我也不想这样，我也想跳出这个循环，我也想不再内耗，不再重复犯错，可是我做不到啊。我知道生气不好，伤身体也解决不了问题，但火一上来，脑子一片空白，根本压不住，该说的狠话一句都没少。我知道刷手机浪费时间，虚度光阴，但就是停不下来，放下手机就觉得空虚，拿起手机又觉得愧疚，反复拉扯。我知道不要和别人比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，但看到别人过得好，心里就是不舒服，就是忍不住焦虑。道理我都懂，可我就是做不到。还有很多人尝试过改变，定计划打卡，逼自己自律，买很多书，报很多课，一开始信心满满，坚持不了几天就打回原形，甚至反弹得更厉害，到最后自己都觉得自己没用，觉得自己就是改不了了，这辈子就这样了。还有人会说，跳出6道轮回，那不是和尚、尼姑才做的事吗？要出家，要苦修，要吃素，要放下一切。我们普通人要上班，要养家，要照顾老人、孩子，要处理各种人情世故，怎么可能做得到？难道要我们什么都不在乎，什么都不要，活成一个没有情绪的木头人吗？那人生还有什么意思？这些困惑太真实了，也太正常了。绝大多数人对解脱的理解都错了，他们觉得解脱就是逃离生活，就是放弃一切，就是消极避世，就是要去山里出家，所以觉得这件事和自己没关系，觉得自己做不到。但其实佛陀当年在菩提树下悟道，讲6道轮回，讲解脱之道，根本不是为了让所有人都出家，也不是为了让大家都活成无欲无求的木头人，他是在给所有困在痛苦里的普通人一套完整的破局方案，一套可以跳出惯性循环的顶级思维战略。这套战略的高明之处，甚至和后世很多顶级的军事思想、博弈智慧不谋而合。它不是让你逃避生活，而是让你更清醒的生活。它不是让你放弃一切，而是让你真正地掌控一切。真正的解脱从来不是逃离6道，而是身在6道里，心却不被6道所困，是你不再被轮回的惯性推着走，而是你主动选择怎么活，怎么想，怎么应对。那这套破局战略到底是什么？在讲佛陀的智慧之前，我想先和你聊一个军事上的顶级思维，叫你打你的，我打我的，这是公认的最高明的博弈策略之一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永远不要在对方设定的规则里和对方作战。对方擅长什么，你偏不接招，你不要被对方牵着鼻子走，不要进入对方的主场。你要把战场拉到你擅长的领域，
让对方跟着你的节奏走，这样你才能永远掌握主动权，才能用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胜利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对方人多，武器好，擅长正面硬刚，你就偏不和他正面打。你打你的阵地战，我打我的游击战，我利用地形，利用时机，打了就跑，让你有力没处使，最后慢慢把你耗死。这就是不进入对方的规则，不按对方的剧本走，而轮回。这座牢笼最厉害的地方，恰恰就是它会不知不觉地把你拉进它的规则里，让你按照它的剧本玩。你一旦进入了它的规则，你就永远赢不了，因为规则是他定的。那轮回的规则到底是什么？2个字：反应，再加2个字：认同它。给你抛出一个情绪，愤怒、委屈、焦虑、嫉妒，你立刻就认同了它。你说我很生气，我太委屈了，我好焦虑。你把情绪当成了自己，然后你就会顺着这个情绪做出一系列惯性的行为，吵架、逃避、自我攻击。他给你抛出一个念头：我真没用，他不爱我了，未来会很糟。你立刻就跟着这个念头跑，越想越远，越想越深，完全被念头带走，就像有人过来骂了你一句。这就是轮回给你抛过来的一个球。如果你立刻生气，立刻骂回去，或者立刻委屈，立刻自我怀疑，那你就接住了这个球，你就进入了轮回的规则里。接下来你会反复琢磨这件事，越想越气，越想越委屈，可能半天甚至好几天都缓不过来。你甚至会因为这件事影响工作，影响感情，影响自己的生活，而骂你的那个人可能转头就忘了。这就是轮回的陷阱。他不需要真的建一座监狱把你关起来，他只需要不断的给你抛球，让你不断的做出反应，你就会自己把自己困住。你每反应一次，就给这个牢笼加固1分；你每认同一次，就给自己多套一层枷锁呢。破局的关键是什么？其实非常简单，就是不接球，不进入它的规则。你打你的，我打我的，轮回有轮回的惯性，我有我的觉知。你可以升起情绪，但我不认同它；你可以冒出念头，但我不跟随它；你可以发生任何事，但我选择我怎么回应。这就是佛陀给出的核心破局心法，也是所有解脱之道的根本，4个字：觉而不从。就是觉察，但不顺从。很多人听到这会觉得就这么简单，就这就能跳出6道轮回，听起来好像没什么了不起的。但你仔细想想，我们这辈子有多少次是能做到觉而不从的？几乎没有，绝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是不知不觉就被情绪带走了，被念头带走了，等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陷进去很深了。那这个觉到底是什么？为什么它有这么大的力量？简单说，觉就是觉知，就是观察者视角，就是你心里那个能看见自己念头，看见自己情绪的东西。我们平时都误以为我就是我的想法，我就是我的情绪，我就是我的身体，但其实不是。比如你现在脑子里冒出一个念头，今天晚上吃什么？是谁看到了这个念头？是你，但这个念头不是你。你生气的时候，你能感觉到自己在生气，是谁感觉到的？是你。但这份愤怒不是你。就像你在电影院看电影，电影里有哭有笑，有打有闹，剧情跌宕起伏，你看得入迷了，会跟着哭，跟着笑，跟着紧张。但你心里清楚，电影是电影，你是你。你只是坐在观众席上看电影的人，电影里的角色再惨也伤害不到你，电影里的剧情再精彩，散场了你还是你。而我们的念头和情绪就是这场电影。我们绝大多数人都看得太入戏了，完全忘记了自己是观众，把电影里的一切都当成了真的，把角色的痛苦当成了自己的痛苦，把角色的执念当成了自己的执念，于是你就被困在了电影里，
跟着剧情一遍一遍地循环，这就是轮回而觉知，就是让你想起自己是观众，不是电影里的角色。你依然可以看电影，依然可以体验剧情，但你知道这只是电影，你不会再被剧情牵着走，不会再因为剧情而痛苦不堪。剧情好的时候，你就好好欣赏；剧情不好的时候，你也知道它总会过去。你永远都有选择的权利，你随时可以站起来走出电影院。这就是跳出轮回的本质，不是电影消失了，不是剧情不存在了，而是你不再入戏了。六道依然存在，生活里的苦乐依然存在，但你不再被他们困住了。你可以体验所有的情绪，经历所有的事情，但你知道这些都不是真正的你，他们来了又走，聚了又散，而真正的你永远都在那里如如不动。讲到这里，就不得不提佛陀最核心的智慧——缘起性空。很多人觉得这4个字太深奥了，是佛经里的术语，普通人听不懂。但其实用大白话讲非常简单，就是告诉你，这世界上所有的东西，包括你的情绪、你的念头、你的痛苦，都不是凭空产生的，也不是永恒存在的，它们都是各种条件临时组合在一起形成的。条件凑齐了，它就出现了；条件散了，它就消失了。它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本体，也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自我。比如我们刚才说的愤怒，它不是你天生就有的，也不是一直存在的，它需要很多条件。比如对方说了一句冒犯你的话，比如你那天刚好没睡好，情绪很差，比如你心里一直有我不能被别人看不起的执念。这些条件凑到一起，愤怒就产生了。它就是一个临时的组合品，就像用积木搭起来的房子，积木凑齐了，房子就有了；积木一拆，房子就没了。房子本身是不存在的，存在的只是一块块积木。情绪也是一样，痛苦也是一样，它们都是各种条件临时凑出来的，不是永恒的，也不是属于你的。但我们偏偏要把它抓住不放，觉得这是我的愤怒，这是我的痛苦，觉得它会一直存在，觉得它就是我本身。于是你就和它较劲，和它对抗，想把它赶走，结果越抓越紧，越对抗越强烈，最后把自己困在里面。就像天上的云，风一吹，云就聚过来了，再一吹，云又散了，云来了，天空还是天空，云走了，天空也还是天空。天空从来不会抓住云不放，也不会因为云是乌云就烦恼，因为天空知道云只是过客，来了又走。而我们的心本来就是天空，念头和情绪就是天上的云。轮回的本质就是你把云当成了天空本身，你抓住云不放，跟着云跑，被云遮住了眼睛，就以为天阴了，天塌了。但其实天空一直都在，从来没有变过，只是你忘了自己是天空而已。所以佛陀说的逃离六道轮回，根本不是逃到某个地方去，也不是等死了之后才解脱，而是当下就可以当下。你从念头和情绪里抽离出来，认出自己是天空，不是云，你就跳出了轮回的轨道，牢笼自然就困不住你了。很多人以为解脱就是没有情绪了，没有念头了，变成一个冷冰冰的木头人。其实不是，云本来就会来来去去，念头和情绪本来就会升起落下，这是很正常的。你不需要赶走所有的云，也不需要消灭所有的情绪，你只需要知道你是天空，不是云就够了。云来了，你看着它；云走了，你看着它，不迎接，不抗拒，不挽留，任它来来去去，你自岿然不动。这就是解脱，这就是出离，不是逃离生活，而是不被生活里的任何东西牵住。你来过，我体验过；你走了，我也不留。听到这里，道理你应该都懂了，但很多人可能还是会问：我知道要觉知，要抽离，但具体该怎么做呢？
我总不能天天坐在那里打坐，看着自己的念头吧。我还要上班，还要工作，还要照顾家人，总不能什么都不干吧。当然不是真正的修行，从来都不是躲在深山老林里打坐，不是脱离生活，恰恰相反，修行就是在生活里修，在每一件小事里练练你的觉知，练你抽离的能力。生活里的每一件事，每一个情绪都是你练习的机会。接下来我就给你讲几个普通人每天都能练的具体方法，不需要你出家，不需要你苦修，甚至不需要你花额外的时间，你只需要在日常的每件事里多留一个心眼，慢慢练习，慢慢积累，你就会发现你越来越能掌控自己的情绪，越来越能跳出惯性的循环，慢慢拿回人生的主动权。第一个方法叫3秒暂停法，这是最基础也最有效的一个练习，简单到不能再简单，就是在你情绪要爆发的那一刻，在你要做出惯性反应的前1秒，停下来等3秒，就3秒，什么都别做，什么都别说，就只是感受一下你此刻的身体和心理是什么感觉。比如和家人吵架，话都到嘴边了，马上就要脱口而出伤人的话了，停下来，在心里数3个数，1、2、3，等这3秒过去，再决定要不要说，要说什么。比如刷手机，你突然意识到自己刷了很久了，手还想下意识地往下滑，停下来3秒，感受一下那个想要继续刷的冲动，在你身体里是什么感觉，然后再决定要不要继续。比如工作中遇到了糟心事，火一下就上来了，想立刻拍桌子，想立刻吐槽抱怨，停下来3秒，感受一下胸口的憋闷，感受一下心里的火气，然后再决定怎么处理。为什么这短短的3秒有这么重要的意义？因为以前的你是完全的自动反应模式，就像一个设定好程序的机器，外界给一个刺激你，立刻就给出一个反应，中间没有任何空隙，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，刺激反应，刺激反应，循环往复，这就是轮回的链条。严丝合缝，根本没有逃出去的机会，而这3秒就是在刺激和反应之间给你硬生生劈开了一道缝隙，就是这道小小的缝隙，就是你从轮回里逃出来的出口。有了这3秒，你就不再是被惯性操控的机器，你就有了选择的空间。你可以选择继续生气，也可以选择平静下来，你可以选择继续刷手机，也可以选择放下手机去做事。重点不是你必须选什么，重点是这个选择是你主动做出的，不是被惯性逼的。一开始练习的时候，你肯定做不到，情绪上来的时候根本想不到要暂停，等发完火吵完架才后知后觉。哎呀，刚才我忘了暂停了，没关系，这太正常了。哪怕你只是事后才想起来，也是巨大的进步，因为你已经开始觉察了，你已经开始看见这个模式了。慢慢的，你会从事后觉察，变成事中觉察，就是情绪升到一半，你突然反应过来，哦，我现在在生气，然后你就能停下来，再慢慢练，你就能做到事前觉察。情绪刚冒头你就看见了，还没等它发展壮大，你就已经抽离出来了。到那个时候，情绪就再也控制不了你了。第2个练习叫观察者标签法，这个练习是帮你更快地从情绪里抽离出来，建立观察者视角。方法也很简单，就是当你有情绪或者有念头冒出来的时候，不要在心里说我很生气，我很焦虑，我好难过，而是换一种说法，在心里对自己说，我观察到有一份愤怒在心里升起了，我观察到有一个焦虑的念头冒出来了，我观察到心里有委屈的感觉。别小看这点点语言上的变化，它带来的心理转变是非常巨大的。当你说我很生气的时候，你是把自己和愤怒完全绑定在了一起，
你就是愤怒本身，你整个人都被愤怒包裹了，你根本看不到别的东西，只能感受到愤怒。而当你说我观察到愤怒的时候，你就已经从愤怒里抽离出来了，你变成了那个观察的人，愤怒变成了被你观察的对象，你和他之间立刻就产生了距离。就像你手里拿着一杯很烫的水，如果你说我好烫，你就和烫的感觉融为一体了，你整个人都被烫的感觉占据了。但如果你说我观察到我的手有烫的感觉，你就立刻从那个感觉里跳出来了。你知道烫的是手，不是你。你可以选择把杯子放下，也可以选择继续拿着，但你不会被烫的感觉控制这个练习，随时随地都可以做。上班路上、工作间隙、吃饭的时候、睡觉之前，只要你察觉到自己有情绪了、有杂念了，就给它贴个标签，不用评判它是好还是坏，不用责怪自己怎么又生气了，怎么又焦虑了，就只是单纯的看见它，给它起个名字。就像你走在路上，看到路边有一棵树，你知道那是树，你不会和树较劲，也不会被树影响。情绪也是一样，你看见了它，认出了它，它就再也没法偷偷地控制你了。第三个练习叫因果链复盘，这个练习是帮你看清轮回的链条，从根源上剪断它。每天晚上睡觉前花个3-5分钟，不用太长，回想一下今天的经历，有没有哪一刻你被情绪带着走了，有没有哪件事你做出了惯性的反应，然后顺着这件事往回倒推，一环一环的拆解，看看这个情绪到底是怎么一步步产生的。比如今天上班和同事对接工作，对方说了一句不太客气的话，你心里不舒服了一下午，那你就往回倒推，第一步，对方具体说了一句什么话？第二步，这句话为什么会让你不舒服？它触发了你心里的什么感受？是觉得自己不被尊重，还是觉得自己的工作能力被否定了？第三步，这个感受背后藏着你什么样的执念？是不是你一直都很在意别人的评价？是不是你一直都希望得到所有人的认可？第四步，这个执念是从哪来的？是小时候有过类似的经历，还是以前曾经因为不被认可受过伤？你不用评判自己对不对，也不用责怪自己小心眼、玻璃心，你就像一个中立的侦探一样，客观地拆解整个过程，不带任何评判，只是看清楚整个情绪的链条是怎么一环扣一环的。当你把整个链条都看清楚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，原来让你生气的根本不是同事那句话，那句话只是一个导火索而已。真正让你痛苦的是你心里早就存在的执念，是那个我必须被所有人认可的固有认知。如果没有这个执念，别人说什么都不会伤到你。而轮回的本质就是这些看不见的执念，在背后操控着你一件事，触发了执念，执念产生情绪，情绪驱动行为，行为又制造新的因果，循环往复，永不停歇。当你能看清这个链条的时候，你就拿到了剪断它的剪刀。下一次再遇到类似的事，你就不会再一头栽进去了，因为你知道真正的问题在哪，你就不会再被表面的事情牵着走。第四个练习叫不加固练习，这个练习非常重要，因为很多人跳出轮回的最大误区就是拼命对抗，觉得我要战胜坏情绪，我要消灭坏习惯，我要和自己的惰性斗争到底。但其实越对抗越强化，越想摆脱就越摆脱不了。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粉色大象效应，就是我现在告诉你，你千万不要想一只粉色的大象，千万不要想，你脑子里现在是不是立刻就浮现出一只粉色的大象了？你越不想想，就越忘不掉，你越对抗，它就越清晰。情绪和习惯也是一样，你越告诉自己
我不要焦虑，你就越焦虑。你越逼自己不许生气，气就越大。你越想戒掉，刷手机就越戒不掉，因为你的注意力全部放在上面了。你每对抗一次，就是给它注入一次能量，反而让它变得更强大，就像打地鼠一样。你打下去一个，又冒出来一个，永远打不完，还把自己累得半死。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？不搭理它，不评判它，也不驱赶它，就只是允许它存在，然后该干嘛干嘛。这就是不加固，不给它能量，不给它注意力，它自己慢慢就消散了。比如你焦虑了，不要说我怎么又焦虑了，真没用，也不要拼命想我不要焦虑，我要平静下来。你就只是知道，哦，焦虑来了，然后该工作工作，该吃饭吃饭，该走路走路，你不用管它，也不用怕它，就让它在那儿待着。你该做什么做什么。你会发现过不了多久，它自己就慢慢消失了，就像海浪一样涨起来，终究会落下去。比如你刷手机停不下来，不要骂自己自制力差，也不要逼自己立刻把手机扔了，你就停下来，闭上眼睛，感受一下那个想要继续刷下去的冲动，感受一下它在你身体里的位置，是手心发痒还是心里发慌。不用对抗它，也不用顺从它，就只是看着它，感受它。你会发现那个冲动就像潮水一样，达到顶峰之后很快就会退下去，它不会一直存在。只要你不跟着它走，不喂养它，它很快就会平息。牢笼之所以坚固，是因为你一直在用自己的注意力、自己的对抗、自己的执念去加固它。你不再给它添砖加瓦，不再给它提供能量，它慢慢的就会自己坍塌。讲到这里，你应该能慢慢体会到，真正的跳出轮回根本不是消极避世，不是让你什么都不干，什么都不要，也不是让你变成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。恰恰相反，它是让你更清醒地活着，更投入地活着，更自由地活着。以前的你是被动的，是被命运推着走，被习性牵着走，像一个提线木偶，情绪起起伏伏生活，颠沛流离，你只能被动承受，无能为力。现在的你是主动的，你拿回了人生的主动权，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做，你可以选择怎么应对发生的一切。你不再是情绪的奴隶，不再是习性的傀儡，你依然可以认真工作，努力打拼，追求事业上的成就，但你不会因为一次失败就全盘否定自己，不会因为别人的评价就乱了自己的节奏。你知道自己为什么而做，也接受所有的结果，成也好，败也好，都只是经历，都只是电影里的一段剧情，影响不到真正的你。你依然可以好好爱人，用心经营感情，全心全意的付出，但你不会把所有的快乐都寄托在对方身上，不会因为对方的离开就活不下去，不会因为对方没有达到你的期待就怨天尤人。你来我真心相待，你走我坦然目送，聚散离合都是常态，我认真演过就够了。你依然可以追求财富，追求更好的生活，想要赚钱，想要买喜欢的东西，想要给家人更好的条件，这都没有问题。但你不会被贪婪裹挟，不会变成金钱的奴隶，不会因为赚不到钱就痛苦不堪，也不会因为有了钱就迷失自己。钱只是工具，只是体验生活的媒介，有就好好用，没有就好好赚。永远不要让它变成困住你的枷锁，你依然会体验各种各样的情绪，快乐、悲伤、愤怒、喜悦，这些都会有。你不用排斥它们，也不用害怕它们，你就像体验天气一样，晴天就享受阳光，雨天就听听雨声，来了就好好感受，走了也不留恋。你知道它们都会过去，没有哪一种情绪会永远停留，你永远都不会被任何一种情绪困住。这就是真正的解脱，
是身在红尘里，心在牢笼外，就像莲花一样，生长在淤泥里，却不被淤泥沾染。你生活在六道里，却不被六道轮回所困。你认认真真地演好每一个角色，做好每一件事，但你心里永远清楚，这只是戏。你是演员，更是观众戏里的悲欢离合。成败得失都不是真正的你，散场了你还是你。最后，我们来把今天的内容好好总结一下。什么是六道轮回？它不是死后的神秘世界，也不是遥不可及的宗教传说，它就是你当下的内心状态，是你每一个自动反应的惯性，是你每一个根深蒂固的执念，是你每天都在经历的念头、情绪、行为的循环。它是一座无形的牢笼，而困住你的从来不是别人，正是你自己。天道用舒适麻痹你，阿修罗道用争斗消耗你，人道用苦乐纠缠你，畜生道用麻木困住你，恶鬼道用贪婪煎熬你，地狱道用痛苦折磨你。我们每天都在这六道里穿梭，被惯性推着走，浑浑噩噩，身不由己。那怎么才能逃离这座牢笼？答案不是对抗，不是逃避，不是放下一切，而是觉知，是在刺激和反应之间留出那一道缝隙，是从参与者变成观察者，是认出你的念头不是你，你的情绪不是你，你的经历也不是你那个。能看见这一切的，能觉察这一切的，才是真正的你。不用等未来，不用等死后，不用等你准备好，也不用等你放下一切解脱，就在每一个当下，就在你每一次停下来觉察的瞬间，就在你每一次不跟随情绪的时刻，就在你每一次看清执念的刹那。最后给你一个今天就能做的极简行动，不用你做什么复杂的事，就一件小事。今天一天里，不管遇到什么事，只要你感觉到自己的情绪有波动，不管是生气、委屈、焦虑还是烦躁，就停下来，3秒钟，什么都别做，什么都别说，就只是感受一下那个情绪，就这一个动作就够了。这小小的3秒，就是你撬开轮回牢笼的第一根杠杆，就是你拿回人生主动权的第一步。不要小看这一步，所有的改变都是从这微不足道的一小步开始的。你可以想想，在你过去的人生里重复最多次的那个循环是什么？是同样的感情挫折，还是同样的工作困境，还是同样的情绪内耗？下一次那个熟悉的循环再来的时候，你愿意停下来多看它一眼吗？